随着赖清德即将上台，民进党方面借各种机会营造声势，且大多都与日本有关。赖清德妄称，所谓日本有事就是台湾有事，岛内舆论哗然。此外，还有日本议员窜台，以及蔡英文向日本政客垂秀夫颁发勋章。民进党与日本政客加紧勾连，注定失败。 日前，台湾驻日代表谢长廷表示，有37名日本国会议员预定本月20号窜台，出席赖清德的所谓就职礼。对此，在5月10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回应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不存在什么总统，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林健严肃敦促日方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有关原则和精神，以实际行动体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不得以任何形式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切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而不是相反。同时，也正告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绝不可能得逞；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必将遭到历史清算。日方还多次就台湾问题向中方作出郑重承诺，包括不搞2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独，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这就是历史经纬，是日本必须遵循的立场和原则。即将下台的蔡英文也没闲着。5月9号，他在台北向日本前驻华大使垂秀夫颁发勋章，表彰其对所谓台日关系所做贡献。垂秀夫声称，台湾与日本心手相连，他对台湾的认同感更加强化。提到的日方的有关人员，在退休后经常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做出有违职业道德和操守的事，违背了日本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资料显示，垂秀夫自1989年开始在日本驻华大使馆工作，2020年9月至2023年10月曾担任驻华大使。期间，垂秀夫曾多次发表挑衅性言论。去年5月举行的 G7 峰会结束后，垂秀夫接受媒体采访时妄称，如果中国不做出改变，那么日本将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推动对中国的改变。外交部当时驳斥称，垂秀夫的言论严重违反了外交礼仪和国际准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完全无视了中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值得注意的是，赖清德尚未上任就表现出对日本谄媚的态度。5月9号，他同垂秀夫见面，而此前一天，他还赴台南市参加八田羽一去世82周年追思纪念会。八田羽一是日本殖民时期赴台的一个水利工程师，参与建设台南乌山头水库。他也是岛内媚日分子的精神代表和神主牌。 据早年曾供职于台南市水利会的林妙昌介绍，当年日本政府为了战争需要，把台湾当作粮食生产基地，为了增加产量，派八田羽一等人过来修建水利设施。 历史档案显示，台南水利设施投入使用后，稻米产量增加208%。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期台湾人口增加53%，但本地的稻米消费量却下降了23%。因为大多数台湾稻米都被直接运回日本，供日本人食用，但台湾人只能吃红薯。而且这座水库建成后漏水很严重，直至台湾光复后，当局才启动修复工程。 但民进党上台后，开始神化台南水利工程，并对八田羽一进行了造神运动。陈水扁嘉奖他的后代，而赖清德任台南市长时，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地对其大唱赞歌。岛内舆论当时还讥讽他应改名八田清德。更加荒唐的是，赖清德8号还在追思八田羽一的活动上，狂妄地喊出“日本有事也是台湾有事”这一不自量力的口号，令岛内舆论哗然。 有人质疑，中日的摩擦点是钓鱼岛，岛内法律宣称钓鱼岛属于台湾宜兰县头城镇管辖。难道赖清德想帮助日本人在钓鱼岛上搞事情？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媚日卖台、挟洋谋独。日本一些人心怀叵测，鼓吹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明显打错了算盘。民进党当局翻炒此类论调。 再次暴露其底层的逻辑是媚日卖台、挟洋谋独。再次提醒世人，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因素。
岛内舆论指出，赖清德这番言论实际上是对日本已故首相安倍晋三叫嚣“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加戏演绎，既让人看到赖清德媚日情节和舔日嘴脸，更暴露了他挟洋自重、以美日谋独的天真与愚蠢。赖清德想靠喊口号打政治算盘是引狼入室，主动拉外部势力插手台湾问题，跪舔心态暴露无遗。实际上，赖清德是一厢情愿。此前不久的民调显示，一旦台海爆发战争，74%的日本受访者反对派自卫队跟随美军参战。那另外一个是比较偏重于军事战略的部分，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听到台湾在第一岛链的战略的位置是很相对重要。今天喊出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他希望去强化一个印象，就是美日安保基于台湾。相关话题来连线特别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即将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赖清德在公开出席日本殖民者八田羽衣的所谓追思纪念会上，不仅翻炒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还叫嚣日本有事也是台湾有事。对此您作何解读呢？我想，对于已经去世的前日本极右翼首相安倍晋三卸任后所说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句所谓的名言，大家的耳朵都已经听出老茧来了。其言下之意就是，假如台海发生了战争，日本会视同为自己的战争，将出兵参战，并履行所谓的保卫台湾的义务和责任。这句话的狂妄之处就在于，日本不仅将中国的台湾地区视为了自己所谓的军事同盟，甚至还像70多年前那样，将台湾视为了自己的一部分。而相较于安倍晋三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赖清德的这句“日本有事也是台湾有事”，就让人觉得更加狂妄，更加石破天惊了。其言下之意就是，假如日本跟别的国家，尤其是跟中国大陆方面发生了战争，台当局不仅会站在日本这一边，而且还将参与到战争当中来，承担所谓的保卫日本的义务和责任。赖清德这句话之所以比安倍还要狂妄，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安倍主张介入台海战事，是因为他自认为日本强，台湾弱，尤其是日本身上还携带着美日军事同盟这个护身符，而相较于美国和日本，军事实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作为一个弹丸之地的台湾地区，凭借什么力量去主动介入美日与中国大陆的战争？你的底气从何而来？你没有金刚钻，怎么揽这个瓷器活？这不是要拿台湾以及2300万民众的生命去搞所谓的自杀式的恐怖袭击吗？中国有句俗话叫“以大事小，以人；以小事大，以智”。光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基本上断定，赖清德并不是一个成熟理性的政治人物，而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头脑容易冲动的极端分子。台湾以及2300万人的前途交到这样一个人手上，真的会让人捏一把冷汗。赖清德叫嚣日本有事也是台湾有事，又会对未来的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在这里，我想要补充一点，我认为赖清德突然头脑发热，叫嚣日本有事也是台湾有事，显然是受了近年来美日与美韩同盟关系升级与再造这件事情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本地区中俄筹军事力量的崛起，美国独自应对中俄筹已经显得非常吃力了。于是，拜登政府就推出了美日与美韩军事同盟的升级与再造计划，也就是一旦发生战争，不仅美国要承担对日韩的军事保护责任和义务，日本与韩国也要承担对美国的军事保护责任和义务。正是在这样一种大趋势的影响和刺激下，赖清德想当然的就认为，既然安倍喊出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它意味着日本要承担对台湾的所谓军事保护责任和义务。那么，作为投桃报李，台湾也应该喊出“日本有事也是台湾有事”，台湾也要对日本承担所谓的保护责任和义务。然而，赖清德的盲区与可笑的地方就在于，美日与美韩之间的互保是建立在美日与美韩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并且可以结成军事同盟、签订同盟条约基础之上的。
而鉴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拜登政府已经多次明确表态，美国不支持台独。我相信在这一问题上，也一定会是美归日随。这也就意味着，安倍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只不过是空口讲白话，是没有任何契约与法理基础的，是可以随时不算数的。然而可笑的是，赖清德就将这样一句话当成了台湾的救命符，并且向日本做出了互保的承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正值520就职演说前夕，大陆正在密切关注赖清德的一言一行，对此赖清德也应该是心知肚明。然而赖清德明知如此，还要发出这种具有挑衅性的言论，这也就意味着未来赖清德虽然没有胆量公然去搞台独，但是他将会沿着蔡英文制定的亲美日仇大陆的外事路线变本加厉地走下去。而日本有事也是台湾有事这样一个承诺，就是赖清德向美日交出的一份投名状。赖清德公开出席日本殖民者8点雨衣的所谓追思纪念会，您觉得这背后又发出了什么样的政治信号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跟马英九去年与今年的2次登陆行程联系起来做分析。大家知道，在这2次登陆行程当中，马英九除了在湖南老家祭拜自己的祖先，以及参加清明公祭宣扬皇帝典礼之外，另外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在大陆出席各地的抗日纪念活动，包括参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中国人民抗战争纪念馆等等。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寻找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与血缘之根，以期凝聚起两岸共同的民族感情。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赖清德高调出席日本殖民者8天雨衣追思纪念会，不仅在纪念会上喊出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甚至喊出了日本有事也是台湾有事这种激进的言论，其实就是为了跟马英九在大陆的寻根活动分庭抗礼，是为了进一步割断两岸的文化与血缘联系，是为了进一步混淆台湾民众的民族与国家认同。同时，马英九的登陆行程是为了缓解两岸的敌意与紧张关系，而赖清德的这番言论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刺激两岸的敌意与紧张关系。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口口声声说要将维护两岸与台海的和平任务作为第一要务的赖清德，究竟要将台湾以及两岸关系带往何方？